今天傻白这期视频呢，会对所有社恐或者是社交尴尬的朋友特别有用，建议你点赞收藏，反复实践。你的生活中呢，会不会有这种情况？害怕自己成为人群的焦点，担心自己出丑难堪，总想着迎合别人的情绪，没办法做自己，只想跟熟人在一起待着，害怕跟陌生人互动，即使是自己只见一面且毫无关系的推销员、服务员也不例外。自己的手机常年静音，担心自己的手机铃声打扰到别人，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呢，害怕打电话，不喜欢发语音，只愿意打字儿。一旦尴尬恐惧感来了，会出现脸红出汗、声音颤抖的情况。根据以上这些状况，你所占有的比重就可以推断出你究竟是较轻程度的社交尴尬，还是比较严重需要改善的社恐了。无论是社交尴尬还是社交恐惧，基本都源于以下这4方面的问题。第一个，聚光灯效应。我们很多老社恐不管走到哪儿都有一种聚光灯跟随的效果，觉得全世界都静止下来关注你一样。第二个叫自我怀疑。社交尴尬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自我怀疑，觉得自己这儿不行那儿不行，质疑自己的容貌、形态、声音、说话的内容。第三个叫完美主义。有些人特别喜欢让别人看到完美的自己，容貌要完美，说话要完美，做事也要完美，期待别人也觉得自己是完美的，需要不断的打探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看法。第四个也是几乎所有社恐人的通病，那就是高敏感性。对方一个眼神，一下就觉得他不喜欢你，朋友稍微跟别人聊了一会儿天，你就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，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。我发现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社交恐惧这事儿是天生的，刻在基因里的，于是就觉得自己就这样了，不可能改善了，这是大错特错的。人的本能是怕黑怕冷怕疼怕饿，但绝对不是怕人。怕人这事儿是后天习得的，怎么习得的呢？通过原始情绪的积累习得的。那这些记忆大概率来自于原生家庭，当然也有可能来自于童年期间的学校的教育，还有社会的反馈。这些原始记忆里呢，有3种刺激通常会导致社恐的出现。最严重的是情绪否认，比如你在这哭着呢，你妈告诉你别烦了，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？或者干脆就置之不理，你的情绪被否认掉了。其次是社交拒绝，比如你想跟谁在一起玩，想加入什么学习小组，想融入一个环境，但是都被无情拒绝了。最后呢是认同缺乏，不管是你的父母还是你的老师，没有在童年期间给你足够的认同，经常要你学学别人家的孩子，不断否认你的进步，等等等等。这3种早期的刺激是导致你今天社尬社恐的根本原因。俗话说得好，只说问题不给答案，那就是在耍流氓。那接下来重点来了，依据你社交问题的严重程度，傻白会分别给你2个方法，可以有效的帮助你解决社尬和社恐的问题。对于社交尴尬的人呢，其实你并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改进措施。很多人，尤其内向的人，多多少少都有点社交尴尬。那如果非要改善一下，以下有2个小技巧，你可以实践一下。第一个叫做聚焦别人。当你被聚光灯效应骚扰，觉得自己特别焦虑、无所适从的时候，这时候你不妨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随便一个外人身上，然后对他的言行举止进行沉浸式观察，这个会有效的缓解你的焦虑情绪。第二个叫做顺理成章。每当你说话的时候觉得尴尬了，如果补上一句好像有点尴尬啊，那往往就会好很多。当你做了一个尴尬的动作，如果笑一笑，然后顺理成章的把它做完，不仅可以有效的缓解尴尬，而且还能让人莫名其妙的觉得你很幽默。当然还有一些小技巧，比如假装看手机，不断的喝水，捏紧拳头再松开，这些都是可以有效的瞬间缓解社交焦虑的好方法。对于某些程度比较深的小伙伴，既然这东西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生活了，那你一定要采取积极的行动了。那这里傻白强烈推荐一个非常棒的社交实操方法，叫做系统脱敏法，通常又被称为渐进式暴露疗法。最早是由南非的心理学大师约瑟夫·沃尔普提出来的一种认知行为疗法，它的有效性已经在这么多年被无数次的实践证明了。其实方法也很简单，就2步。第一步就是建立一个社交恐惧表，把那些让自己社交恐惧的事儿按照焦虑程度从低到高列出来，并且量化打分。比如说跟超市的收银员说话，焦虑值2；跟陌生人问路，焦虑值4；跟陌生人借手机，焦虑值6；参加 party 7；跟陌生人吃饭8；当着陌生人的面唱歌，焦虑值9；公众演讲10。那这个列表呢越详细越好，最好列出所有让你社恐的事儿。第2步，按照这张列表上的东西由易到难，每周不断的尝试挑战。比如第1周咱们先试试跟收银员、推销员接触，不断的接触，直到你完全麻木了，感觉就跟你妈说话一样自如了，咱们再尝试下一个等级。就这样不断的递进，你的社交恐惧就会慢慢缓解了。对于社恐还有几乎所有害怕被拒绝、被否认的小伙伴，我都希望你去看一个对我影响非常大的TED演讲，叫做 What I Learned from 100 Days of Rejection。那这是一个由我们中国的小伙伴讲家主讲的。那这里面呢，他讲到了他是如何通过反复尝试各种尴尬让自己不舒服害怕的事儿，最终在100天之内让自己脱胎换骨，变成一个无所畏惧的人的。那这个可能也是我看过的最励志的TED演讲了。所以有这类问题的小伙伴，傻白强烈的建议你去看看。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帮到你，求赞求关注求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